OK，好的，开始。然后今天的话，就是给大家分享一个我一直都在用的一个叫做 Markdown，然后它是一个相当于是个编写文本的一个语法，你可以把它理解为这样。然后的话，我一直都在用。我个人感觉它作为，就是说对于我们一些文档的编写啊，我感觉用起来还是比较方便的。然后就给大家介绍一下吧。然后它一个简单介绍的话，就是它是一种标记语言，然后它就是说让人们易读易写，然后它的后缀名，它的文件后缀名叫做.md，然后这个是它的一个官网，然后然后就是它的官网，然后它是 Markdown CLM.cn，然后使用 Markdown 的好处的话，我以下内容我选择它的官网这里，然后它这里官网这里，为什么要用它？然后，我觉得它主要方便的点就是说，它可以让我们专注于文字的内容，然后它易读易写，而且语法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之类的。然后这个是我觉得它最重要的地方，就是说，对比来说，比如说我们如果用 Word 写啊这种，我们要到处调一下，比如说这个字号是多少啊，比如这个又是多少呀，反正我就觉得，不是特别的方便。然后的话，还有一点就是说，它很多应用都支持使用 Markdown，然后它也是纯文本可移植的。比如说像你微软的这种Word 的话，它就只能在DOC 中之类的。然后它是独立于平台，就是说不依赖于平台，就是说你任何的系统你都可以用。然后它适应未来的变化，这个是它的一个大概的一个优点吧，优势。相对于来说，可能对比说，就是对比 Word 啊这些，它可能相对说，可能相对于来说，就是说，确实你要专注于纯内容的话，就是说你在一些，比如说美化上面啊，或者说之类的其他方面，可能会相对来说没有 Word 那么好。但是如果说你只专注于内容的话，你就想用一种很简单的方式快速把格式调好。那我觉得你用 Markdown 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然后第三就是它的一个编辑器，编辑器的话我推荐 Typora，然后它现在官网的话是1点几的版本了，我们直接可以给大家看一下。第一个就是它官网，我们 download，然后我们看一下所有的历史版本，然后它现在已经是到了1.8了。然后，这个就是也是需要付费的。付费的话，付费的价格你可以看，这里是14.9块，就是15美金这样子。然后的话，如果你想使用官方的付费版的话，你直接在这边付费下载就可以了。或者说，如果你自己这边下载不能不就是说无法付的话，你就找其他，比如说有些代理商啊他们之类的。然后的话，那如果你想用免费的，你就可以下他们最后一个的免费版本。然后我不建议大家去下载破解版，然后尊重知识版权，然后我们尊重一下开发者的劳动成果。然后这里是一个网络上我给大家找的一个最后一个免费版本的下载链接，然后这个博主上面有分享链接，然后大家可以点进去看一下。好像是最后一个免费版本好像是0.9几还是0.8几。然后的话，这个就是Typora 官方他们推荐的一些其他编辑器，然后你有需要其他编辑器可以了解一下。然后比如说 VS Code 它也可以做，比如说还有Notepad，还有比如说我们的 IDE，集成 IDE 就是 IDE 这个是 Java 的，然后这个 Android Studio WebStorm 都可以。然后还有就专门做 Markdown 的一个编辑器，然后我个人觉得 Typora比较适合我。然后在其他几个你也可以去尝试一下，包括我们还有一些在线的编辑器也可以。然后的话，我本人以下操作就都会使用是 Typora 的这个最后一个免费版本来进行一个演示。嗯，我会给大家介绍一下我所用的一些基础常用的一些语法，比如这里有些基本语法，这些常用的，包括扩展语法，这里我只会给大家介绍一个我自己比较
比较常用的，然后不一定我全部都讲解到。如果你想更了解的话，你直接可以去看官方的这个文档这里。然后的话，首先给大家讲一下，就是说标题。标题的话，就是我们一般就是打一个这个，然后空一个格，打一个这个，然后我们空一个格，以后你这样回过来，它就是一个，比如说你打了这个井号，然后你输入你的标题，然后你打一个空格，然后它就马上就变成了，一个所见即所得，所写即所得的一个格式吧。好的，然后比如说，当我打2个，是这个是标题2，那就这个大小，它这种标题的大小，它已经给你内置定义好了，就是这样。然后你可以很方便的这样子，比如3级标题就是3个井号这样子。然后这个地方是我之前我放的一个 GIF 图，然后大家也可以参考一下。然后第二个就是出题，就是说文字加粗，文字加粗是怎么实现的？我们是用井号2个井号包围起来，这个就是出题。然后我们回过来，然后它就直接就看不到了，对。然后包括如果你这样，然后它就直接就已经所见即所得就可以了。然后你可以这样出题，然后你写完出题，这样，或者是你提前把4个全部打好，你这样出题也可以，你这样在里面这样也可以，然后就是出题了，就是得到一个文字加粗的一个功能。然后第3个的话就是写题，写题的话我个人倒是不常用，但是可能有些小伙伴会比较好用，想用一些。写题它就是这样，跟这个差不多的意思，只是说它这里变成了一个星号，上面是2个星号包围，下面就是1个星号包围就可以了。然后第3个的话就是一个引用，比如说框键一个引用，比如说这个文字就是说我从官网copy 下来的，那我想把它变成引用的话，我就直接在这里面加一个这个就可以了，加一个这样就可以了，对，这样就可以了，还很方便操作的，加一个这个符号，这个是一个示例。然后第3个的话就是，比如说这种列表的话，我们是怎么用？列表的话，比如说你可以就直接是1点几这样子，这样它直接给你回过来。但你不想用列表，你再回测一下，它就直接跳过来了，就这个意思。然后包括如果说你 TableRPub 自己本身也提供一个一个快捷，就是一个 Ctrl+Shift 加这个 Ctrl+Shift 加一个这种号。然后它这边应该有，给大家看一下段落。这个 Ctrl+Shift 加一个这个号，然后它这里就是一个有序，你可以直接打，然后这样直接打空格一下，然后你也可以就是说使用它的快捷键，都可以。然后这个地方我也截了 GIF，然后这无序列表也是一样的。无序列表的话，比如说我 Ctrl+Shift 加这个就是无序列表，就是说使用的是这个地方它的一个快捷键。当然你直接使用它的 Markdown 官方语法，就是一个这个号，就是一个类似于就是一个 pos 号就可以了。然后它就直接就是 pos 号，然后一般就是 pos 号空一个，它就变成这样，直接给你显现出来了。这个是一个 GF。然后的话，还有一个就是代码，比如说我们可能有些比如说我们是学计算机的，我们就经常会需要写代码啊，考代码进去啊之类的。代码之类的话，你就是三个点这样，然后你就是一个，然后你这个地方就选那个代码语言就可以了。支持很多，比如说我之前我写这个话比较常用的就是这个，或者是 YAML 这些，然后它都有，包括你 Python 啊这些都有，或者是 Java 这些都有，支持很多种格式的。然后你这个里面就填代码就可以了，它就是这个意思。你直接是3个点这样就可以了。这个是一个 GF，就是然后第3个就是链接是怎么用的？链接的话就是
给大家测试一下吧。链接的话就是首先你打一个这两个号，这个是用英文的，然后这两个号写上你这个链接是哪里的，然后后面两个两个括号你写这个肯定是这个链接地址，比如说我这里就写百度，然后就这样，它就是一个链接格式了。这是一个GIF 的一个操作。然后第三个图片的话跟链接差不多，然后你先打一个感叹号，之后一样的操作，图片，然后你后面就写上这个图片的链接就可以。然后你这里是可以输入的，然后你这里是可以输入，比如说网页图片，你可以输入，比如说网页的一些地址。然后如果你是本地的话，你就直接选取你本地的照片就可以了。这就大概的一个意思。然后这个是我测试的。然后第三个的这个4.9的话，给大家讲一下比较常用的表格吧。表格的话，我个人会比较喜欢它表格的话，是一个这样操作。你首先打一个竖号，然后你这个是一个标题，1，你再打一个竖号，然后这个是标题2，然后你这样回过来，然后它就自动给你，Markdown 里面就自动给你显现出了，你下面就填就可以了。然后当然，但如果你不是特别熟悉这个操作的话，你这里点插入的话，这里也有表格，然后你可以直接指定几行几列，然后你这样导进去就可以了，这样也是可以的。然后4.10的话，就是讲一下怎么插入表情吧。比如说有些小伙伴写文章可能会需要表情，表情的话，你这里就直接在这里，你直接在这里输入它后面的这个，然后它就可以显现出表情了。这里的表情你自己就可以搜索一下。然后比如说这个，我们就以这个为例吧，一个 relax，我就复制了一下，然后复制进来，然后它直接就是一个这样，然后我再回个车，它就自动给你显示出这个表情来了，或者说你空个格，它就自动把表情给你显示出来了。这个大概的一个操作吧。然后就是以上所有的操作，大家都可以就是说鼠标右键选择。比如说我这边想插入什么，插入图像，然后它就自动给你，也可以直接给你你如果记不了，比如说记不了这种它的语法的话，你也可以右键来进行操作。然后它有提供像 Word 这种操作，然后你不用担心你说忘记具体语法了怎么样这些。然后你这里的话，你同样这里还有一个偏好设置，给大家多讲一下吧。这样一下你可以自动生成、自动保存，这个建议大家开启，然后防止紧急断电啊之类的没有。然后的话，你这里，然后比如说外观这里的话，你是可以去自定义的一些功能吧，反正。然后主题这里的话，它有选择啊这些，你可以选择亮一点的、暗一点的这些。编辑器的话，这个看大家喜好，我默认是觉得我自己这样已经还不错了。图像这里的话，就是你可以有些时候插入图像啊，你就可以保存，直接把复制图片到当前文件夹，当前文件夹的话就直接用那个绝对路径了，对。然后同时你也可以上传，比如说你插入图片之后，你默认上传到你的那个服务，比如说也有些小伙伴用的是那种图床啊这些，然后你就可以这样进行操作，包括你也可以自定义那种脚本啊这些。然后再进行一个上传操作，然后这个就看大家吧。然后这个是它的一个扩展语法啊这些，然后这个我倒是不是特别常用，大家的话可以了解一下，包括它也支持公式插入，公式的话是可以插入的，但是我个人不用，因为我没什么需要插入的公式，所以我就没有讲这些。然后你如果需要的话，你可以去看一下它的什么官网啊这边，他们官网这边可能会有一些一些方法吧，反正。然后这个是大概的一个简短的一个操作吧，反正我比较常用的。然后的话，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用 Markdown 来写文章的，我就是很早之前就已经开始用了。
然后我上述也是就说我个人比较常用的一些操作，然后你如果有更多的操作的话，你直接看他们官网或者是网络搜索一下，然后我的操作仅供参考，有更多需求去官网查看。然后这个是大概想简短讲述的内容。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所帮助的话，请为我点赞、投币、收藏吧。或者说你有点小钱的话，你也可以在这里请博主喝杯咖啡。然后包括的话，我现在也已经开了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我的这个哔哩哔哩的一个介绍栏里，大家可以看到我的一个微信公众号的名字。然后你如果有需要的话，你也可以去给我可以在微信公众号给我点个关注，你也可以，我会定时的，就是将我博客的文章，同时也发布到微信公众号，然后方便大家去观看。然后同时我也留下了我的简介那里也留下了我的那个我的个人微信，然后如果有一些小伙伴B 站不太方便，然后你想询问更多的一些内容的话，你也可以加我的微信。然后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